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作恒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作恒好，各位朋友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先来关注现在呢，这个有关于关税的政策川普的大刀一挥下去呢，但是却很多人戏称他不断的在变脸。好，那最新呢，他说要对于中国大陆的关税要下降了，传出说呢，对于大陆商品的关税调降到50%到65%左右。当然，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一开始呢，他就报道了这样的新闻。那么呢，还说川普呢考虑大砍对中关税之外呢，部分的税率也会大幅的减少。好消息一出，已经是登上了微博百度今日头条的热搜第1名了。但是问题是中国买单吗？我们看到大陆网友的反应非常的直接就说就算是下降，已经加到100%左右嘞，往后再加其实也是没什么差别啦。还说呢，关税只要35%，其实就几乎没有利润。所以你就算降到50%是什么意思？你根本其实概念是一样的而且呢，这样好像说点火的人也是你灭火的人也是你，是在开什么玩笑吗？好，那还有人就说，美国对华关税如果降到这么低的话，是在玩心眼你自己先拉到200多，然后最后说好像太高了啦，我降一点是不是其实原本只是目标就是要提到50%、60%呢？那现在呢，川普可以说是有3度的让步放软姿态。好，包含上是在22号呢11点的时候，当时是财政部长就先说，预计川普和中国贸易战不久将来就会缓和咯。先放出第一道讯息，然后呢，第二道讯息呢是在12点1个小时后就是说川普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和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这个方面做出了适度的一个不同的措施了。到了下午4点钟呢，川普自己就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于中国商品征收的高关税会是大幅下降，不过不是0，但是还是强调说我们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好。好，那白宫呢就说这叫做川普态度没有软化，因为他说我们不是一味的放软姿态而已。他说呢，川普呢对于中国的立场不会是单方面的降低对中关税好，这是白宫发言人的说法，他代表川普来讲话。但问题是中国大陆买单吗？我们先带你来看。China needs to make a deal with us. We don't have to make a deal with them.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any other country except they are much larger. My goodness, we have benefited from our imports from China. They've benefited from their trade with us. Why do we give that up? When he says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well, he has enormous 145% tariffs on China. Is that how he treats all of us that are outside the border? I think this is a big mistake. 好，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谈话一出来，刚刚来宾都笑出来了。就是中国只不过是大很多的国家嘛，但是如果是这样，你看为什么呢？现在中美高层急着要来对话呢？港媒甚至就说，大陆央行行长呢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这个春季会议那前美国财政部长呢就说，我要赶快把握机会不排除可以来进行会面。那如果2个人会面的话，将是关税战开打以来中美双方高层的首度谈话了。那你看呢，中国在联合国会议上也是连提出3问像是呢就说世界已经再次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了，是要允许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那你是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还是放任强权？还是要遵守国际法，或者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还是想要重回到弱肉强食的这个丛林法则给世界各国你想想吧，你要选择哪一条道路？好，那中国呢也在这个联合国上呢就说美方有相关的这些行径滥用关税这已经是严重侵犯到各国的一个权
权益了，而且呢还提到这个是一个没有道理，甚至是叫做霸凌的行为，国际社会应该要做出正确的抉择，也要采取共同的行动。好，那现在是这个对中国关系啊，看起来还没有办法有一个缓解之际呢，美国的经济啊，现在自己也面临到了危机。克鲁曼呢就形容说，美国现在的处境啊，比川普开始挥舞关税大刀的之前还要糟糕。毕竟呢，川普被看穿只是以口出狂言嘛，国家现在呢说被他搞得一团乱哦，所以也反映在民调上。你来看到呢，川普入主白宫哦，在4月30号就要满100天了，结果呢，现在有这个民调来讲呢，说56%的受访者认为他的作为实在是太古怪了，对他是没有信心的。还有盖洛普呢，4月份的最新民调呢，有说超过50%的美国人抱怨口袋都要没有钱可以用了，就是说呢，现在经济状况啊真的是比较不好。那另外是美元呢，现在又持续的反弹，美国政府呢就释出说，我可能会透过缓和贸易啊，这个紧张的讯号啊，加上川普啊，他可能会放弃撤换联准会主席的威胁，来让美元对主要货币可以走升哦，希望可以为投资人带来喘息的空间呢。好，这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好，谢大使怎么看呢？川普对于这个降关税啊，那很多人说你降200多降到50、65，这个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个可是表面上他是让步了一半，他退了差不多66步，对，他退了145嘛，到50嘛，所以大概退了2/3了哈。那我觉得克鲁曼真的是可以拿诺贝尔奖，因为他形容太贴切了。他说啊，川普就是一个口出狂言，但是其实很懦弱的恶霸。这个好，所有的对于川普的这个形容啊，真的太贴切了。川普就是一个什么欺弱怕强，然后呢逢软必硬，逢硬必软的一个什么恶霸。那而且他没有什么羞耻心啊，他基本上啊，有些人就是说前后不一，对不对？然后前居后恭，他现在对中国大陆就是前居后恭，对不对？那个时候还说，他怎么可能跟我们斗？他卖给我们比我们卖给他的多。他们这个就是意思说中国大陆很愚蠢。那中国大陆问题，中国大陆有决心啊，中国大陆国内一片团结啊。你看中国大陆国内有什么杂音？大家都在想办法分散市场啊，把这个不卖美国卖到别的地方去。义乌的这些小商品老板不都这样讲吗？美国呢？美国川普这个4月2号美国解放以后呢，就危机重重，已经过了好几个危机了。那这些危机解除呢？没有。第一个我先讲债市危机，对不对？债市危机没有。现在在这个国际的金融界里面有一句话，现在是关键字，你们可以去说，叫逃离美国。也就是这一些金融资产现在正在从美国逃。那逃的最后什么证明在逃呢？就是在美国债市出现危机，美国股市出现危机，美金的汇率也出现危机。所以呢，这个危机解除了没有？没有。随便还在危险当中，还在加护病房，还没出来了。可是最大的一个美国危机，让川普让所有的美国人基本上都会都会感觉到川普这个倒行逆施最后反伤到美国每一个家户户，就是什么所谓的美国的供应链的混乱。现在4月份这个包括这个统计美国4月份全球这个4月份的这个货运的仓储的怎么样下定的订单讲确好了，比同期减少47%，那基本上都是对美国的，不只是中国大陆不出货各国对美国的这个市场的出货现在都有所迟疑。怎么出呢？你给人加这么多税，而且未来还不晓得多少，那现在通通在什么？通通在这个检讨当中所以呢，美国人月初的时候还不觉得，可是慢慢就会知道了。货进不来以后，你不管是 Walmart， 你是 Target，
或者什么什么 War Green 啊，一大堆美国这些美国人食衣住行依靠的这些超级市场，基本上货架的东西会越来越少，还买得到还好，那只是价钱会增加，所以这是必然产生通膨。那这个通膨的话，就会让川普让全美国的，包括很多他的支持者感到什么？感到对他的不满。那这个时候川普的危机就来了。好不好解决？不好解决，因为你4月份少了47%，你这个效果会从5月开始，你5月整个月你就是少那47%，你到了6月的时候，你弥补回来，弥补一半好了还是这个问题。所以川普为什么很明显的对中国大陆下跪，已经算哀求了。这个我们还讲的还是他那一套说法，可是已经自动降价了2/3啊。中国大陆呢继续跟你战斗到底，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不好好修理一下川普，什么时候修理啊？哪那么容易就让你哪容易就让你解脱啊？不让你真正痛一下的话，川普哇，这个好了伤疤就忘了痛了。所以我觉得川普的灾难正在不断的累积，而且这个灾难可能最后招致的是川普这个独裁者跟他的马屁精们的一个灭顶之灾啊。就怎么想都觉得好像是恐怖情人，你把人家那个打了一巴掌之后说好啦，没有那么严重，我轻一点啦。来，杨老师，恐怖情人形容蛮好的我预测川普会降对中关税。而且他说现在50%，他自己说吗？我们要跟他谈，他们如果不来谈，我们自己先降，我们就先把这个数字定出来，然后呢，我们再跟别的国家谈。我觉得他会先降，因为一方面中国不会来跟你谈，对，145跟50这个数字游戏哪有什么差别？而且谁先升，谁就应该先降，而且你降到应该是要回到4月2号之前。你对等关税本身，第一个计算错误，第二个比例过高，第三个针对全球，你完全没有道理的问题。其实你的贸易赤字是因为别人跟你卖你太多东西造成吗？那你都忘记你享受别人的商品跟服务，然后呢你自己印钞票，所以你就带着这个信用卡到各个商家去买东西，结果买了一大堆卡债，那你就怪人家商家卖东西给你吗？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自己内部的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他到大卖场去，大卖场的负责人就告诉他，很快一个架上就没有货了。你没有货的时候，你要面临是全美国人对你的愤怒。你知道他现在支持率多少吗？只剩下36%。这个还是福斯电视台的调查。所以他马上会面临到对于不只是供应链架上没有货。然后呢，马上如果进入到暑假，然后呢开学的时候呢，你根本订单都还没有下，美国这个社会就会面临到严重的经济衰退。IMF 在前天的报告出来，他说如果照这个情况下去IMF 预测1月份预测美国2025年还会有2.7% 的经济增长，这蛮高的，以它的规模。结果前天呢就掉下来，砍了1/3，只剩下1.8%。然后呢，他们说美国的经济衰退40%，但如果川普的这个关税继续下去，美国的经济衰退跟世界的经济衰退100%。这个什么时候会看到？大概在6、7月，你就可能会很败相巨现了。所以川普现在自己吓到了，他自己吓到了。然后呢，政治上他的这些政治人物，共和党人会来告诉他说，我们明年会全输啊，你后面2年就坐困愁城在白宫啊。所以他现在自己吓到，要赶快降关税。然后呢，表面上他的财长跟刚才那位发言人还说，我们不会主动降，一定要他来先降，然后现在跟我们谈，我们才会这么降。那完全在碰风。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很清楚，不会跟你在这个数字上去玩游戏。你要降到有诚意的时候，他也会回礼，他也会回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125%、145%降到，比如50%，降到20%，他也会回。可是呢，基本上你要自己先了解你的贸易政策的目的是什么。你搞得全球大乱那我们在台湾呢，最糟糕的是端的这个1650亿给的川普，结果还被克了32%，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还设一个目标说，哎，我们希望能达到15%，谁理你啊？很可惜，台湾这边。对，可是这样下去，是不是美国的经济也会越来越糟糕呢？我认为川普面临3大危机，在经济方面，第一个，我认为他是面临了信心不足的危机。你看他的政策摆荡，摇来摇去，结果他整个关税政策开高走低，对，每一个加的好高，向下修。这个开高走低就是当初打高空才会开高走低，应该很务实。这关税啊。这个是很复杂的，因为每一国的整个的经济条件是不一样的，南方市场、北方市场，这个先进工业开发国家，或者是开发中国家，或者是落后国家，都整个条件是不一样。它这个通这个一个公式通算出来就直接发出去了，结果现在开高走低了，让人家问题是它那个政策摇摆会让大家信心更恐慌，就莫衷一是，到底是怎么样啊？大家看了五煞煞，那股票这个此起彼落。这个人心惶惶，我认为信心危机来看就是非常大的经济危机。我认为川普犯了这一个错误。第二个，我认为他底气不够，因为美国的国债重，36兆多美元的国债是扛在身上，你怎么解决？就是你能够一笔勾销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是国债那么重，而且美国的这个联邦赤字的预算1兆1300多亿美元，你看那么重，这是赤字这每一年都要去负担的，因为包含美国的国防预算都在里面啊。但是他的联邦预算的赤字那么重，他怎么去解决？这就是可以讲到的，他的底气不够。他就算是给中国大陆课50%到60%，还是高。所以这个高关税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变成恶意关税嘛。第三个，它的危机就是美国已经现在单边主义行不通了，一定要多边主义了，没有办法了，黄河已去了，已经变成这个状况了。现在的美国已经走到它的战略转折点，它就是美国的经济力消退啊。最重要的是它的制造业已经萎缩了，要怎么样去把它制造业给它恢复，不要让它制造业衰退。这个恶意关税或高关税绝对不是万灵丹，是万灵丹大家早就这么做了。关税不是万灵丹，真正的是它制造业的本质有没有办法去从它的体制上去调整。人力成本上去修正，要这个样子。结果现在川普走的是巨舰疗伤，巨舰疗伤就是高关税，你把剑锯掉了，这剑还在身体里面啊，你怎么巨舰疗伤呢？要釜底抽薪啊，要治标，更重要是要治本啊，你才可以长此走下去啊。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只是解决目前的短暂的问题，结果他这个税收还没有收到，海关的关税还没有收到，整个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严重。这个造成他的整个这个民调下滑，这都川普在这一个方面他的粗糙，造成面临他目前3个危机，一时两刻还没办法解决。对，这恐怕是从出手的时候就已经先铸下这个危机的开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关税的冲击啊，但是呢，一直讲说川普是变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饱受其他国内的压力嘛。我们就来看到呢，主要就是你可以发现到川普呢，每一次好像只要被这个企业家啊，或者是产业界啊一骂一下呢，马上就要来转弯了吗？因为呢，最新呢是川普呢原本预计说5月份啊，对于汽车零件的进口要祭出25%的关税。那如果是真的这么做的话呢，很多的车厂都会受到打击，特别是跟他之前真的还看起来蛮好的马斯克他特斯拉在今年第1季财报已经是不如市场预期咯，所以马斯克在一个电话会议上似乎也是有口难言。他被问到之后呢，沉默了大概10秒，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他会来建议川普降低关税也坦言说，最多我也只能这么做啦，因为最后决定权还是要看川普。那不只是马斯克还有在美国汽车业6个组织，他们向川普政府发出了联名信要求川普政府放弃
25%的汽车零件关税。当然，现在这个实施汽车关税的话，专家示警是什么呢？因为原本经济环境已经让这些企业是压力非常非常大了，那如果又增加这个额外的关税，可能会导致产线停工啊、裁员啊，或者是破产种种的压力之下，所以你看，川普呢最新说，原本呢计划5月3号最后期限之前要实施的关税呢，会现在先暂缓，而且呢还受到了豁免的消息激励你看好多的汽车制造商啊、零件供应商啊，他们的股价在23号之后这个盘后交易都是中小幅上扬的。那当然，为什么呢？刚刚讲到说特斯拉这马斯克非常非常的紧张呢？特斯拉在现在今年已经是3度缺席上海车展了，这等于失去了一个市场。我们看到在今年呢，上海的车展吸引来自26个国家地区，有将近1000家的中外知名企业都参加了。不过，美国的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是再度缺席，好，把这一个年度盛会的焦点呢，拱手让给中国的汽车产业了，包含比亚迪啊、蔚来这些品牌呢，都是在车展上的新焦点。好，那比亚迪呢，为了要跟特斯拉较量呢，你看到它在上海也推出了这一款新型的高端跑车看起来呢是跟这个保时捷啊、梅赛德斯啊拥有相同的豪华的一些的地方那比亚迪号称说，希望在2025年海外出售可以来到80万辆，而且计划通过在他们出售的国家内呢，来直接制造汽车。为什么这样呢？就可以避开这个关税的问题啊，以及这个货物运输上的成本保持他们的成本优势。另外是你看到小鹏汽车呢，这一次呢也推出了新的技术显示出他们在自驾技术方面的潜力。那倒是呢，你看到了雷军缺席了，反而呢这个神秘嘉宾现身呢是这个另外一个人是周鸿祎他成为上海车展号称是最大的、最忙的一个车模，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好，那当然你看到很多大陆的网友呢就开始说，呼叫雷军出来吧，我们想你了这样子。好，另外是呢，同样也有在上海车展出席的是还有奥迪的执行长那他就呼吁了，他说关税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反而会阻碍创新。他还痛批说，美国政府呢就是滥用关税的手段对于其他全球的贸易伙伴征收这样的关税呢，这个会造成虚假的竞争好，另外我们来看呢，这个机器人的部分呢，现在也是在小力最新是美洲贸易战持续升温。那么中国呢，为了要反制美国的关税所以呢，限制了稀土的出口。那中国甚至呢，动用了具有争议的这个长臂管辖手段要求韩国企业不可以把这个含有中国稀土的产品出口给美国的国防企业，否则会面临制裁。那另外你看到马斯克呢，他们现在呢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同时也在努力要和北京方面来进行合作，因为生产呢受到阻碍了。倒是中国现在打贸易战嘛，他们有这个 AI 机器人大军你看呢，这个自动化程度甚至号称已经超过美德日了。宇树科技呢还因此你看画面上他们呢正在进行的这个叫做人形机器人的格斗大赛2个人形机器人呢，他们互相来进行搏斗看起来呢真的是蛮逼真的好像真的是人在打一样。那这当然呢都是在这个角力上机器人的角力。好，我们来看一下介大使怎么看川普似乎被骂就转弯了吗？川普会转的啦，他现在是5月，我看他这个对于这个汽车零组件的这个加税我看他会三思的，因为美国汽车业会是第一个被他打击的对象。他想打击的是外国的汽车业，而且要逼着外国的汽车业就是美国的本土厂牌在外国投资的这些厂牌把外国的工厂撤回到美国。可是问题就变成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你就是说你造成的伤害没有办法立刻由你的收获来弥补回来，因为你的收获可能要等2年或者等3年。可是你没有等到你收获的时候，美国的汽车厂因为你是25%，它已经受了严重的打击了。那所以这个基本上今天在劝川普不要做的都不是外国汽车
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汽车业啊。所以你一个政策，你如果说是对本国的产业有帮助，不是你今天要让美国伟大，要制造业美国，结果你这个政策做下去，结果美国的厂商都反对，显然不是会让美国伟大，所以美国变不伟大。然后呢，美国汽车业也不会受惠，美国汽车业会这样打击，那这个政策有什么意义呢？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川普基本上，我觉得，因为我认为他这个到5月初的时候啊，他的大麻烦才开始。我们就刚刚讲这个所谓的供应链的混乱，这供应链的混乱，哇，这是真的是哈，美国的消费者要起来啊，揭竿起义了啊，跟我们这个4月26号大家走上街头是一样的，异曲同工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川普，我认为他现在讲的很多话，到时候啊，他可能要摸摸鼻子哈，然后自我找台阶下啦。那其实这次他打击汽车业啊，真的打击最重的，第一个是美国本土的，因为川普讲说，我们不需要加拿大替我们制造汽车啊，我们20%几的汽车都是从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进来，可他没有讲到加拿大有自己的品牌吗？加拿大汽车不是挂这个，不是福特投资的，就是这个 General Motors， 就是 GM， 就是通用汽车投资的，都是你美国车厂去美国车厂去投资的。那个什么墨西哥亦然呐。那现在这个再把这些零组件工厂再给它加25%，真的，我觉得美国汽车工业会受重创啦。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汽车征税对中国大陆，说实话，因为我们待会要讲到比亚迪的话，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去年中国大陆外销汽车超过500万辆，美国的市场整个加起来，包括卡车什么车加起来7万辆，所以你美国再加到100，对中国大陆汽车也没有影响。所以呢，美国这一场啊，这个是伤到自己人，伤到加拿大，伤到什么？伤到这个日本，伤到韩国，伤到德国。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各方的力量都在酝酿嘛，要川普啊不要再这样胡作非为了。那我觉得这个力量正在集结，川普啊挡不住的。那他就是一个怎么样？他就是一个怎么样？怎么讲呢？是一个狐假虎威啊，怎么讲呢？很内心懦弱的一个恶霸。来，杨老师。川普这次上来的时候，特别4月2号开始所谓的全球对等关税，那连非洲国家这些全球南方国家都被磕个30%、40%、50%，对，完全不像是一个发达国家，像一个美国应该有的这种作为。同时，他对中国大陆磕的这么不合理、高比例、没有经济意义的245到145之间的对等关税，也已经根本就是在怄气。现在他说要降，其实他也许说他是为了3个目的，我们就顺着他的逻辑。他说第一个，贸易赤字过高，每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1兆美元。第二个，美债过高，我现在欠美债大概是36.2兆，而6月份马上就有6.5兆的美债要到期。第三个，他说我们美国的供应链，我们的制造业通通都流失了，这都是事实。但是美国的贸易赤字跟美债是怎么造成的？是你自己储蓄弱，是你自己爱买东西，是你自己不做改革，经济上的投资，基础建设投资。然后呢，你的制造业流失，2000年的时候，美国制造业还占全国全世界产值25%，现在只剩下11%。到2030年剩6%，它真的是制造业要流失。那问题是，你用关税可以把制造业回流吗？你只有回流美积电呐，还有大概有一些钢啊，或者是汽车。那可是这些制造业回流之后，他们这个只是一个像是苹果做成苹果酱而已吗？这么简单？它的中间商品，它的零组件，它所有的这些东西是全球化的全国际分工，那你进出出你美国的这个海关通通都要课税，那你成本多少？不可思议的成本。所以这个他跟他的这些幕僚们真的不懂贸易，也不懂经济。好，然后呢，等他的这个成本这么高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
而最后会出现，我觉得就是叫做全球减美，就全球减掉美国。那一方面是被迫的，因为东西跟你交往，那贸易这个关税太贵，所以呢我就要减少贸易，减少对你的依赖，全球减美。那第二个是呢，你的供应链自己本身太贵了。那但是为了你的市场，有一些厂商还是会去，在政治的压力下还是会去，比如说美积电。但是呢，因为你太贵，就变你独特的存在，所以呢，我们全球另外团报，你全球减美，你自己在那边割的吧？就会变成反效果呢？来，我认为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将来就是我认为就是3大战，第一大战呢，汽车业。那汽车业的话，因为美国以前就是汽车大国，都是外销这些美国车到处跑，别克、林肯、福特车到处跑。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已经进入战国时代了。那战国时代的话，美国很多车子它零件是仰赖中国大陆进口，因为中国大陆零件便宜啊，到美国然后来组装就好了。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比亚迪，它的价格优势，所以美国怎么办？它便宜。第二个，它的中国大陆车子啊，它内装，因为内装有的很新颖啊，什么后视的什么，还有一些防呆的措施，比美国的还要先进呢，变成这个样子。第三个优势呢，是因为有的已经走入智慧型了，比如说防撞啊，或者是它会提前做警告，然后辅助驾驶等等，所以这个汽车已经进入战国时代了。美国独霸优势没有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形机器人，因为中国大陆也在发展，那美国也在发展。我认为这个时候目前来看的话，正在进行式，认为平分秋色，看谁发展得快。但是我认为我做个粗略的评估，可能中国大陆会后来居上，所以人形机器人这种大战争，这也算是制造业，中国大陆可能会后来居上。我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略微看出这个端倪啊，就看到。那第三个是什么？我认为第三个可能走上航空业，因为美国的波音公司啊，这载体客机这个737 MAX 啊卖得不好，因为它的飞安的状况没有那么理想，还掉了轮胎，还那个我们讲到的逃生门还掉了地上。威任这个状况，那中国大陆的这个 C919 已经出来了，而且东南亚的4航认证也出来，它可以飞到东南亚去了。那这都是载体客机，我认为这个民航机大战可能要2026年，明年到后年，民航机大战就会明显了。可能波音公司有部分的这个载体客机的市场会被中国大陆取代。我认为美国要面临的除了是汽车挑战，人形机器人挑战，第三个就要面临中国大陆的载体的单走道的民航机的挑战。这产业天翻地覆的变化。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现在关税战呢，美国自家人起内讧这吵架吵起来，还以为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吗？好，我们来看呢，现在是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说，世界首富马斯克以及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两个人呢，日前就在白宫里头，因为关税的问题。国税局的问题陷入了激烈的争执吵到怎么样呢？这两个人呢，还有人就是骂脏话啊，然后马斯克啊回呛说你有种就大声一点啊，等等的就说被形容啊是两个身价亿万的中年男子在里头上演职业摔跤秀。那白宫的回应呢，非常的有趣他说，川普团队成员对于会影响我们国家问题呢，都是充满热情啦。好，那现在呢，多数共和党人甚至呢就说他们不愿意公开指责赫格塞斯，但是呢私下其实一些的共和党人呢是有一些不满的。那不愿具名的这工作人员呢就说他的领导都气坏了，认为说呢为这个赫格塞斯辩护是顾及大局，但是第二次涉密性质呢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我们来看到呢最新是美国呢这个国务卿卢比欧他呢宣布说美国国务院
将要实施全面重组的计划，现在还要瘦身哦，要精简人员啊，削减成本啊，这个来落实川普所谓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政治面呢，现在企业面也要崩溃了，像是英特尔呢也要瘦身了，英特尔呢现在就说本周宣布裁员的计划，要删减超过20%的人力，还有是波音说中国也停止收货咯，他们打算呢只好转卖给其他国家的这个航空企业哦。美国12州呢现在更打算说4月23号就要向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来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滥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推行关税政策，要求法院宣布这个政策无效，也要禁止联邦机构执行相关的措施。好，种种的消息确实都对川普非常的不利。老布希之子呢就直言呢说，关税啊，你就算呢是想要挡住中国，但是根本挡不住他们的发展。带你来听。At the end of the day, I think people are going to see that tariffs don't work. When Americans see their prices go up, when they see jobs going away, when they see the distress not o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ere may be a pivot and a change of course. And China has the capacity to develop its own capabilities. And in this very highly competitive world, China has advantages that other countries don't. And I bet that China is going to be on a pretty steady, consistent road to growth and prosperity. 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And he was right, and it continues to be true to this day. 好，这无疑就是浇了川普一桶冷水哦。那么现在呢，还有马凯硕，他也说，美国目前外交政策太混乱了，所以他不看好川普可以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也不认为美国采取的措施会让其他国家疏远中国大陆。那当然呢，中国大陆现在也积极的拉拢盟友嘛。我们看习近平呢，就在23号北京会见了亚塞拜然的总统，重申关税战之下，大家要团结合作。另外是呢，在这个关税风暴横扫全球之际看中国近期动作真的非常多。上周呢，还访问了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透过一带一路来强化跟各国的关系之外呢，也说喊话要反对单边的霸凌。这似乎呢，也是被形容说，这个就川普的关税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呢？好，我们就来看到呢，就有评论认为说呢，这从而反而是给中国留下一个可以填补的真空，就是说呢，当美国在实施这些这关税政策的时候，很多的国家呢，反而是跟美国越来越远哦，那反而会把这个增强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地位，削弱美国在2战之后好不容易在亚太地区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或者是军事同盟。谢大使怎么看川普现在这个内阁真的是乱糟糟一团对，他们现在是已经这个是他们不愿意公开的，因为这个贝森特跟这个马斯克吵架的事情这个本来是内部的传闻那我记得前几次川普在开这个内阁会议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们中间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关系是非常这个强固的。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那时候就怀疑，我说那你一定内部吵架了。你吵架了，那个领导人他就说我们关系很好你没有吵架，你讲这个干嘛？可是呢，马斯克事实上跟这个纳瓦罗，川普的头号贸易的智囊，现在最近看不到人了。那公开讲那马斯克说。这个纳瓦罗比一袋砖头还一整袋的砖头还蠢，那纳瓦罗就反唇相讥，他说马斯克根本就不是制造汽车，他只是在组装汽车，而且你们都知道他讲话有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讲的，所以两边这样对骂，那等于是公开了。所以呢，我们刚刚提了，马斯克也跟这个 Rubio 也吵过架，对不对？那都是怎么讲？都是政见不同嘛。一个政府里面，如果他的高层是这样子吵，还对骂，然后贝森特就是说，会吵架，我有点意外，因为他看起来还蛮温和的，可见这些
看法之南辕北辙了。那所以美国这个之乱是从白宫乱起。那现在民主党人就已经大概对白宫里面这一群人有一个定调，叫定性。怎么定性呢？白宫那里面那个独裁者和那一群马屁精，对，所以你现在讲到说独裁者加马屁精，就是讲白宫里面这些，那现在已经吵开了。所以美国事实上，你说不管今天是这个老布希基金会的那个执行长还有说就是说马凯硕讲这些话，我告诉你，川普还是听不进去，他还是继续要做。可是呢，真正对川普的政策会产生这种影响的，就是第一个他内部吵架，第二个就变成什么样？美国现在这些产业界过不下去，纷纷起来跟他对川普的政府施加压力。所以刚刚开始就是说物流差不多5月份开始，就是说货架上买不到东西，那川普就要一步一步的从真正的敌人不是在外面就跟我们外交部真正的敌人不在外面，是在那个吴钊燮的办公室。那川普最大的敌人呢，也是他的内部，他自己的内阁，再加上怎么样，美国国内，因为他这个倒行逆施受害的个人跟利益团体，所以啦，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在这边谈，还在川普还可以放言高论，他还没有再让步。我们下个礼拜看看川普还要让到什么程度，再下个礼拜你看看川普什么样焦头烂额。那现在他在改弦更张都已经有点晚了。我觉得他造成的灾难不是只给美国带来的灾难，最大的灾难他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所以这种做法的话，有今天的结果，根本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嘛。你今天还要继续走这条路的话，你今天还要又去这个整这个，又去整那个，内部也整，外部也整，对全世界宣战这种做法后果真的现在来看，你看很快川普4月20号上任30天，现在才3个月，90天就搞成这样。他未来的3个月在干嘛？就在怎么样补他自己在弥补他自己前3个月犯的所有的错误。所以呢，他如果补不起来的话，大概就是6个月的政权。对，这是很川普的作风。来，杨老师，川普的这一次他的第2任的内阁真的是令人摇头一群草包，而且不断的犯错，严重的错误。你讲贝森特好了，他现在这个胆子比较大了，因为有一度传言他想要离去，因为另外那个纳瓦罗跟就是商务部长有点抢据他的这个光芒，以及政策呢都跟着他们2个走。就贝森特现在要来让川普不断的降关税，可是呢又讲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话。他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比较大，5000亿美金。我们只有1500亿，所以关税设起来他们的冲击会比较大。这个完全不对的，相反的逻辑。你为什么会进这么多？因为你对中国的产品的刚需求比较多，那你设了关税的时候，你的人民、你的企业受的影响当然会比较大。而你1500亿里面，大部分是农产品、能源产品，中国可以跟别的国家买。他真的还懂贸易吗？然后他说中国是一个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出口经济为主的经济体。那出口越多，全世界都受害。所以我们美国现在弄关税川普关税是为了要帮助全世界对抗中国的出口经济，让它不会再危害世界。哇，这个好青年很1450的讲法有没有？这个他也还讲得出来。他在公开的演讲，对一群就是经济学家讲这种话，底下的人就根本虚他。上千个经济学家反对川普关税。国防部长那更不得了，国防部长这个就是赫德塞斯他最近被批评，他自己弄了一个小群组，网络上的，把他太太、把他弟弟、把他的助理放在里面，然后呢，
还没有攻打胡塞组织的一些情资呢，把他透过的这个群主告诉他太太，告诉他弟弟，当然不是国防部的官员呢，这个完全不可思议。然后呢，国务卿他最近做什么事？他为了要符合就是川普说要裁减要有效率，他把美国的国务院重组，他把大部分美国驻非洲的使馆关掉。就美国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那当然之前就已经把美国的援助给拿掉了。那你现在在这些全球南方国家，还有不要忘记，他在这个对等关税也对这些非洲国家加了几10%的关税。那都是西方的跨国企业到非洲来用非洲的便宜的人力，然后呢出口到美国，那算在这些国家的身上，他们当然穷，没有办法进口美国的东西，所以呢这关税一算，马达加斯加47%，所以这是一个混乱的内阁，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也不懂自己的本业。我们不断的要批评他，就是要找出他的问题，然后呢让这个决策者，到处的决策者要了解怎么去因应面对川普的混乱团队。对，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蛮混乱的。来，这个川普的关税大战，它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制造业起死回生，但是问题是有3大障碍没有办法克服，这个是结构性的困境，所以川普想要让美国的制造业能够有另一番荣景，我认为机会渺茫，很难。对，第一个，它人力成本都过高，美国人力成本是台湾3倍，美国人力成本是中国大陆5倍，聘一个美国人可以聘3个台湾人，聘一个美国人可以聘5个中国大陆人，所以美国人力成本高，它怎么样？这个人力成本高，产品就是贵，贵的话怎么样去卖？对，同样的状况的这些产品。第二个，美国的劣势呢，创新的优势不在了。以前按照经济学理论，熊彼得的创新理论说要不断创新，但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在第4代战机的时候，美国先出来；第5代战机，美国先出来；但第6代战机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先出来了。以前是人家 follow 美国，看到美国出来了，大家赶紧努力。现在不是了，大家开始要超车了。美国在看没看？哎呦，这吓一跳！这一睡醒之后，怎么其他国家超车了？所以这个创新的优势，美国在这一方面，不管你是论文的发表也好，还有申请世界专利也好，美国都落后了。所以是这个样，创新的动能、创新的动力不足了。那第3个障碍呢？我认为是美国的寡头垄断，因为美国你知道首富那么多，那么资本额很大。这些大企业家，不管是航太的也好，做汽车的也好，或者是做能源的也好，或做军工产业的，都是大的企业。这是寡头垄断，让美国的中小企业萎缩了。美国中小企业被压缩，比较没有发展的空间。你看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很蓬勃发展，为什么大家多头马车、多头并进，每一个在个领域中都能够这个头角峥嵘、独占鳌头？但是在美国没有办法，因为被寡头垄断了。美国的这些经济政策被寡头所影响，那压缩到中小企业，所以美国中小企业没有竞争力，变成这个状况。那美国这些寡头能不能这个把美国的整个的荣景带出来？没有办法，因为毕竟美国人那么多，3亿4千万人，靠这些寡头垄断能够带起这个经济的荣景，效果有限啊，还是要靠很多的中小企业来弥补，来增加工作的就业机会，来增加创新。但是美国没有办法，这是它的一个经济结构，还有经济政策影响下所目前产生的这个现象啊。所以这个寡头垄断会影响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这个状况现在也是很明显啊。所以川普要去想，要怎么样去把这3个障碍一个一个做排除，你才能够排除这些困境，才能够让美国的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的这个市场，让美国的制造业能够蓬勃起来。